想到这儿，谢君临又看向沈园微的手指，他修长的手指一点点伸过去，碰触到沈园微的手指，一瞬的触碰后，他的手指颤了颤。这是萧凌昭的妻子，他内心经过了一番艰难的挣扎后，带着沈园微的手指抬起来，轻轻触碰自己的脸，柔软的手指轻轻在他脸上拂过，触之生温，让他心头涌动着一点点酥麻，一点点战栗。他也不知道他这是怎么回事，以前宠幸妃嫔好像都没有此刻这般被几根手指触碰，更让他心头悸动。他皱紧眉头，努力不去心猿意马，努力忽视这纤细手指带来的灵魂欢愉。他闭上眼睛去感受那股治愈的力量，可感受了半天，依然没有什么超出寻常的治愈力量出现。他睁开眼，低头看着怀中的沈园微，奇怪，为何灵昭可以，朕不行？难道这种治愈灵昭的力量要园微姑娘自己释放才行？她如今昏睡不醒，没有主动向朕释放，朕便感觉不到。他用眼神描摹着沈园微的眉眼，呢喃自语：那朕今日不是白费心思了吗？他不甘心，他如此大费周折，让陈海偷偷来求母后帮忙给园微姑娘下了药，可结果竟然一无所获，他怎么能甘心呢？他盯着沈园微的眉眼，不知怎么的，他脑子里浮现出先前在太极殿听到的话。园微姑娘躲在博古架那儿，对灵昭说：皇上如今看不见我们了，我亲亲你吧。我亲亲你吧，我亲亲你。这几个字不断在谢君临耳边回响，仿佛是沈园微在蛊惑他一般。园微姑娘为什么要在朕的寝殿里偷偷摸摸亲灵昭呢？她不是那么梦浪的人，会不会她的亲吻能更有效地抚平灵昭的痛苦啊？那么朕若是亲吻她……呢喃至此，谢君临的嗓音戛然而止，他漆黑眼眸直勾勾盯着园微姑娘的嘴唇，喉咙有些干涩。或许他应该试试，药都下了，来都来了，不能错过这机会。反正他就只亲一下，浅尝辄止，应该不算太过冒犯吧。谢君临喉头又动了动，他望着沈园微的嘴唇，一点一点低头，靠近那漂亮的嘴唇。在他的薄唇离沈园微只有半根手指的距离时，园微姑娘喜欢干净的人，她不喜欢妻妾众多的男人，她嫌这种人脏，她恶心膈应。园微姑娘如今昏睡不醒，她却要趁人家没有知觉，用这张被嫌弃的恶心的嘴去偷偷亲人家。若是园微姑娘知道了，会不会恶心的吐个3天3夜？朕也没那么不堪吧。朕虽然妃嫔很多，可朕不重女色，那些年宠幸妃嫔只是为了生个孩子。朕并不喜欢亲吻，也就只有跟皇后大婚那个晚上，朕这些年再未曾亲吻过谁了。你是朕亲过的第2个女子，应该不至于让你恶心到那种地步吧？你亲过灵昭，朕也只亲过皇后，朕没你想的那么脏。说完这些，他不再退缩了，他紧盯着沈园微的红唇，再不犹豫，低头附上去。浅浅的触碰很快让他不知足。他本想浅尝辄止，不多冒犯，可昏睡的沈园微不知是不是无法呼吸了，自己无知无觉地张了下嘴。被园微姑娘无意识触碰到的那一刹，谢君临黑眸微缩，他好像找到了某种治愈的力量。因为园微姑娘主动触碰他那一刹，他神魂一荡，一种从未有过的愉悦直冲脑海，那是别的女子所不能给他的感觉。他说不清那是园微姑娘独有的神奇力量，还是他自己的缘故。皇儿，萧将军往寿康宫过来了。母亲的嗓音落入谢君临耳中，他百般不舍，却还是逼着自己从混乱中找回了理智。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方才有多过分，简直不像个30几岁的中年人，如此不沉着，如此不冷静。他拇指轻轻摩挲着园微姑娘嘴角凌乱的胭脂，这样会被发现的。如今还不是最好的时机，他还没想好君夺臣妻这事要怎么真正实施起来。他从怀中拿出帕子，捏着帕子角一点点擦拭沈园微凌乱的口汁，试图掩饰自己作案的证据。姜太后见谢君临没有应答，飞快往寝殿里走，谁料他一进门就看见他那不重女色的儿子正把人家姑娘抱在怀中，用帕子擦拭人家的嘴唇。你
干什么？不是说好了不冒犯人家的吗？你堂堂皇帝，怎么能像小贼一样偷偷摸摸？母亲的指责让谢君临背脊僵硬，他默默擦拭，没有作声。你光擦有什么用啊？得给他补上啊！姜太后转身去自己梳妆台里拿了一盒唇脂来，挑了一点轻轻涂在沈元威的嘴唇上。好了，你快把他放下，去后面找你弟，哀家去那边装睡。咱们可不能让林昭他们两口子知道你干了什么。你真是越活越没出息了。自己媳妇儿你无动于衷，几个月都不踏入他们房中一步，可见了别人的媳妇儿，你倒如此管不住自己了。谢君临也觉得自己挺没出息的，他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。他没脸见母亲，默默将沈元威放回小榻上，低着头往后殿走去。姜太后看着儿子这副蠢模样，按着心口给自己顺气，然后走回上座，靠在软垫上装睡。崔嬷嬷，敢问微臣的妻子可是在太后娘娘寝殿里？微臣有事找卓京，不知能否……萧大将军，请随我来。太后娘娘跟萧夫人这会儿都在打盹呢。说话间，崔嬷嬷就领着萧灵昭走进寝殿里。进来看到元威果然靠在小榻上睡得昏昏沉沉，太后也在上手打盹。崔嬷嬷，娘娘跟卓京这是……娘娘这几日为了瑞王的病，是吃不好也睡不好，夜里总是要醒好多回，所以白日里就会点上安神香小睡一会儿。这不，娘娘和萧夫人都被安神香熏得昏昏沉沉的睡过去了。原来如此，嬷嬷，我能否先带卓京先离开娘娘寝殿，不在这打扰娘娘？萧将军带萧夫人随奴婢来，娘娘已经为萧夫人安排好了歇息的屋子。萧灵昭走去小榻边，轻手轻脚将沈元威抱起来，跟着崔嬷嬷离去。等他们走了，姜太后蓦地睁开眼睛，好险呐！他儿子要是走得再晚一点，就要被萧灵昭撞个正着了。即便没撞上，他也觉得挺对不住萧灵昭和萧夫人的。不行，他得立刻去找他儿子问清楚，为什么说只有萧夫人才能生下他的孩子。姜太后找去瑞王院子里时，远远的就看见谢君临在梧桐树下负手而立。哼，怎么懊悔了？堂堂帝王做这种偷偷摸摸丢人现眼的事儿，你也知道懊悔啊？朕的确愧对灵昭和元威姑娘，可朕不后悔。你为何说你不后悔？难道你当真在萧夫人身上发现什么秘密？难道你已经确定她能为你生下孩子？那你们什么时候生啊？哀家什么时候才能听到她有生命的喜讯啊？方才母后见朕偷偷亲了元威姑娘，还在骂朕越来越没出息，这会儿又眼巴巴的问朕什么时候生孩子了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朕才刚刚偷亲了下元威姑娘的唇，距离怀上身孕还远着呢。不过母后对抱孙儿的渴望，让孤军奋战的他感受到了鼓励，他内心所想愈发坚定了些。元威姑娘，朕非要不可，这个孩子朕非要不可。他扶着母亲在石桌边坐下。母后啊，这种事不能着急，她不是云英未嫁的小姑娘，她如今已经是灵昭的妻子了，不是朕想要就能把她要过来的。这有何难？你给萧灵昭赏赐几十个美人，让他把妻子休了不就好了？难道几十个女子还不能跟他换一个吗？不可啊，这样太侮辱元威姑娘，也太侮辱灵昭了。若我们面对的是个贪慕美色的酒囊饭袋，送他几十个御赐的美人，跟他换一个妻子，他一定满口答应。可灵昭不是这样的废物，他们萧家门风清正，他自己也是个有气节的英雄人物，他不会把自己明媒正娶的妻子拱手送上别的男人床榻。况且他不近女色，那个妻子是他21年唯一所爱之人，他更不会割爱了。再则，这样做对元威姑娘也太过轻视傲慢，没有哪个女子愿意被自己的夫君休弃。她与她的夫君两情相悦，她贤良淑德并未犯错，可就因为朕盯上了她，她便要遭受飞来横祸，被夫君休弃，成为一个没有尊严的下堂妇。她心里会怨恨朕的，她又如何愿意为朕生育子嗣呀？你是皇帝，你管他愿不愿意呀？他不愿意，你可用强，只要他能给你生下孩子就行了。你难道还想跟他谈感情？朕向来不屑对女子用强，
可这个女子能让18年无子的你拥有孩子，强硬一次又何妨？正是因为孩子，朕才更不能伤害袁薇姑娘啊！朕不想让朕的孩子在她母亲的怨恨中诞生，朕不希望她的母亲因为恨朕，便视她为仇人，对她非打即骂，让她小小年纪就尝尽了痛苦滋味。想起睡梦中见到的那个小孩子，谢君临根本克制不住内心的父爱。他愿意做朕的孩子，朕就要让他拥有世上最好的东西。朕想让他的母亲爱他，让所有人都爱他。你想让他有个好母亲，你可以把孩子交给皇后抚养。哀家相信无子的皇后会对那个孩子视如己出的。视如己出？他明明能拥有真正疼爱他的亲生母亲，又何须旁人来视如己出呢？当年父皇宫中也有那么多妃嫔无子，母后若将朕交给其他妃嫔抚养，他们也会对朕视如己出。可他们哪一个能有您这个亲生母亲好啊？他们比不上您，只有您会为了我豁出命去，不是吗？可你若不用强硬的手段，那姑娘铁定不会跟了你的。她是那样喜欢她的夫君啊！她先前跟哀家说起她的夫君时，她不会背叛萧凌昭，投进你的怀抱。还有萧凌昭，你若不强硬，他也不可能把他的妻子让给你，绝对不会让的。朕知道，朕知道。可母后，朕如今尚未到山穷水尽的时候，又何必那般急着去做个禽兽呢？朕想再等等看，或许会有两全其美的法子。什么两全其美的法子？除非他能把自己劈成两半，一半给你，一半给萧凌昭，否则就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。他心只能爱一个人，他也只能做一个人的妻。谁说袁薇姑娘只能爱一个人呢？只能做一个人的妻呀？她就不能两个都要吗？哎，朕怎么会这么想呢？朕堂堂帝王，怎么能跟别人共侍一妻呀？不论是朕还是凌昭，我们都是无数女子趋之若鹜的男人。只要我们想，无数女子都愿意侍候我们，又何至于两男共一妻呀？刚这样想，他的思维又诡异地发散了。只是我们男子可以同时娶那么多优秀的女子，那袁薇姑娘又为什么不能同时拥有2个优秀的男子呢？比起3妻4妾几十个嫔妃，2个男人又不多呀。母后啊，你说女子愿意做小做妾，与别人共侍一夫，是为何呀？因为那个男人能给他们荣华富贵，能给他们想要的一切，他们自然愿意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委屈一下自己。是啊，男人能给女子想要的荣华富贵，女子有求于男子，自然愿意委屈自己做小做妾。可如今袁薇姑娘也能给朕和凌昭想要的东西，我们也有求于袁薇姑娘，不是吗？凌昭离不开袁薇，只有袁薇能治凌昭的病，让凌昭保持清醒，继续做个风光无限的战神。而朕这个绝嗣的皇帝，也需要袁薇给朕生孩子。只有这个姑娘能让朕摆脱无子而终、皇位被夺的可怕命运。他有2个选择，一个是将袁薇姑娘从萧凌昭手中抢过来独自拥有，然后眼睁睁看着凌昭这个大将军病发悲惨死去；还有一个是他找个合适的机会跟萧凌昭好好谈谈，他们各取所需。他让袁薇姑娘给他生个太子，凌昭则让袁薇姑娘治病。他眯着眼望着远处的山峦，他眼前浮现出他跟凌昭一块拥有那姑娘的画面。不行啊，朕大概是做不到的。至少现在朕绝对做不到。帝王怎可与人分享同一个女子？朕可以不介意这个女子曾经嫁过人，可朕不能接受这个女子都已经属于朕了，还要去跟别的男人在一起。罢了，不想了。如今想这些荒唐的东西做什么呀？沈元薇这姑娘还未必愿意委屈跟了朕呢。毕竟朕年纪又大，妃嫔又多，人家都说了很膈应朕这样的人了。朕哪有凌昭年轻、干净、爱得纯真呢？沈元薇房中感觉到身后那温暖的胸膛，他迷迷糊糊转醒，刚要开口说话，忽然他感到嘴里有一股子独特的茶香味。他咂了咂嘴，有些迷茫。不对呀，这是红茶的味道，因为茶香当中带着一点淡淡的果香，是红茶发酵产生的独特香味。可我先前喝的是清爽的绿茶，没有喝过红茶呀，奇怪。沈元薇伸手在嘴唇上摸了一下，
将沾染了唇脂的手指头放在眼前，他一看，顿时惊得坐了起来。不对，这胭脂的颜色和我先前所用那个不是同一个色系。他心头有了一个荒唐可怕的猜测。我刚才睡着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人亲我了？那个人喜欢喝红茶，亲我之前呢，应该是专门用浓郁的红茶漱过口，所以我嘴里才会残留着红茶的气味。那个人应该亲得很用力，亲得很重，所以我的唇柱有点麻木，有点疼，所以我的唇脂才会被那个人吃掉。而且那个人害怕别人发现这个事儿，才会用新的唇脂帮我给涂上。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他看着萧凌昭干干净净的嘴唇，眼睫毛颤了颤。亲我的人绝对不可能是萧凌昭。凌昭若是亲我，嘴唇上肯定会残留着唇脂的痕迹，不会这么干净。而且他是我的夫君，即便是睡着偷偷亲我，也不用害怕被人发现，又何须给我抹上唇脂如此遮遮掩掩呢？那个亲我的人是谁？一定是他。能够在太后寝宫里为所欲为的还能是谁呀？总不可能是太后娘娘自己吧？只有一个人敢如此肆无忌惮，就是谢君临。也就只有这个男人会打我的主意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不说话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沈元威张了张嘴，他要怎么告诉萧凌昭呢？说你誓死效忠的君主趁你不在的时候偷偷把我的嘴给亲麻了。他说不出口，只能一边在心里骂谢君临，一边暗暗咬紧嘴唇。咬自己做什么？我都舍不得这么咬你，你咬自己这么狠啊？凌昭，该死的谢君临，我就知道那个狗皇帝把我留在宫中，目的不纯粹。他本来以为躲在太后娘娘这儿就能够稍微安全一点，没想到太后竟然也帮着他来做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。什么安神香，什么助眠，什么好睡觉，那都是太后骗我的。我都被人亲的嘴都麻了，还没有醒过来，这哪是什么睡着了，分明就是被下了药昏迷过去了。喝杯茶都要被下蒙汗药，我还怎么敢安静的在宫里住啊？会不会吃口饭也要被下药，然后不知不觉的就被人给糟蹋了？我承认，我是一个贪心的啥都想要的人，我是贪恋凌昭的美色和年轻，我有想要皇帝的权利庇佑我自己和凌昭的后半生。可是我现在还没有爱过凌昭呢，谁要和那个狗皇帝搅和在一起啊？我是想跟凌昭再过几年，再考虑那个狗皇帝的。乖，到底是怎么了？谁惹你不高兴了？是不是我啊？若是我，那我先跟你赔罪，好不好？凌昭，你怎么走那么久啊？让我一个人在太后寝宫。好了，别生气了，怪我不该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陌生的地方，不该让你坐立不安的面对陌生的贵人，还那么久都不来找你，是不是委屈坏了？沈元威越听他如此温柔地安慰自己，越觉得心里酸溜溜的。都怪那个谢君临狗皇帝，让我面对自己的好夫君都没有什么底气了。他双手抵着萧凌昭的心口，用力将萧凌昭按倒在小榻上。想做什么？想亲你。这种事情怎么能让你来？我来。啊，你等一下，我刚睡了觉，我去漱个口再亲你。说完，他就起身去桌边倒了一杯绿茶，又打开门去廊下认认真真漱了口，连嘴唇都用手指头洗干净了，确定没有留下谢君临的痕迹，这才重新回房。谢君临那狗皇帝，弄脏他也就罢了，不能弄脏他干干净净的凌昭，就高高兴兴扑在萧凌昭身上，干净清冽的薄唇吻上他，带着无边的温柔无尽的热情，反反复复染上他的气息。谢君临跟在陈海身后来到这个小院子的时候，就听到里面传来萧凌昭的嗓音：乖，不许闹了，再这样我等会儿就没法出门去值守了。你听话，你是想要逼疯你夫君？刘威，下来，外面好像有人走来了。外面不是宫女就是太监，他们不敢擅闯咱们的房间的。谢君临脚步一顿，他蓦地抬头望着那间屋子，他的眼眸一点点沉了下去。青天白日的，那小两口躲在房里做什么呢？这可是太后娘娘的寝宫偏院，就算是新婚燕尔，也不能在别人的地方肆意妄为。谢君临眉头一拧，他倒要看看这个在他跟前无比胆小的姑娘到底在对萧凌昭做什么。站在那里，刚好可以透过门缝看到房间里面。
他负手而立，果然从4指宽的门缝里看到了屋里小榻上的光景。他英俊美貌的大将军被沈元威按在小榻上，沈元威跨坐在人家身上，一手捧着人家的脸颊轻轻嘬，另一只手伸进人家衣衫里，不知在做些什么。哼，不是宫女就是太监，这宫里分明还有朕这个帝王。他盯着两人，明明两人并未做什么真正见不得人的事，可看着沈元威的手没入萧凌昭的衣衫里，他仍有些薄怒滋生，简直不像话。屋子里，萧凌昭是个五感敏锐的人，他早就察觉到有人来了，只是以为是太后派来的宫女嬷嬷，才没有立刻推开沈元威。可当他往门口一望，透过门缝看到了站在庭院里的黑色龙袍时，他骤然清醒了。他一把揽住沈元威的腰，抱着他起身，将他放下。皇上在外面。好端端的一个皇帝，为什么会一声不吭的跑到别人房间门口啊？要见灵昭，可以让太监来传召啊。就算是他亲自来找，那走到院子门口也该让陈公公大喊一声“皇上驾到”，警示一下吧。冷不丁的突然跑来扒门缝墙，到底是谁让谁尴尬呀？乖，别气了，我出去就行了。你害臊就安安静静在房里待着。说完，他迈着大长腿越过沈元威，奔至门口，将门缝拉开一点，侧身从门缝里挤出去，又飞快地将门关上，将他害羞的妻子关在房里。哼，皇帝欺人，可是我夫君好啊。萧凌昭3两步来到谢君临面前，跪下请安。臣不知皇上驾到，还望皇上恕罪。朕的大将军只是金屋藏娇嘛，把门关得严严实实，一点儿也不许人瞧。哼，朕偏要瞧。你先出去，朕有事要询问萧夫人。皇上，臣不能在这儿吗？你留在这儿，朕怕你们串供。朕这会儿先问你夫人，过会儿同样会来问你。臣斗胆，敢问皇上，臣犯了何事？不必紧张，是太后娘娘得知你的怪病被你夫人治好了，她认定你夫人医术高明，非要朕来问问你夫人是否也能治瑞王的病。皇上，出去。萧凌昭还想再说点什么。萧将军，您请。您难道不想让瑞王康复吗？萧凌昭担不起这么大的罪名，回头担忧地看了眼紧闭的房门，又看向淡淡盯着他的谢君临，他只能转身走出院子。等他出去了，谢君临才涉阶而上，走到房间门口，将门推开。他抬眸看着坐在小榻上喝茶的沈元威，沈元威听到动静，也捧着茶杯含笑看过来。本以为门口是萧凌昭，可谁知道竟然看到气场强大的皇帝立在门外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他瞳孔骤缩，脸色微变，腾的一下站起来。不用看了，凌昭在院子外面，距离远且隔着一堵高墙，除非你大声喊救命，否则他听不见。听到这话，沈元威心底突然不安起来。他看着一步步靠近的谢君临，捧着杯子往后退了退。皇上把灵昭支开，是想和臣妇说什么？谢君临见他后退，脚步顿了顿，他在桌边坐下，没有再靠近这个不安的姑娘。你能治灵昭的病，不是因为虚无缥缈的爱情，而是因为你身上有一种独特的力量，是吗？不是，皇上您高看臣妇了。臣妇并非大夫，身上也没有什么独特的力量。臣妇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女子罢了。之所以能够治好灵昭，纯粹是因为灵昭爱我爱得太深，才愿意为我克制的。撒谎！哼，你不必如此费心遮掩，因为你的秘密朕已经感应到了。真的假的？不可能吧？神秘光团赋予我的特殊体质，应该只对灵昭一个人生效吧？先前婆婆和丫鬟们触碰到我的时候，也没有感觉到有任何异样啊。这狗皇帝怎么会感应到的？这是诈我吧？臣妇不知道皇上在说什么，臣妇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子。不知道朕在说什么？好啊，那朕就告诉你，你先前在太后寝宫昏睡了片刻，昏睡的你并不知朕曾在你旁边坐下，然后用这只手搂着你的腰，将你拥入怀中。这狗皇帝偷偷摸摸干了这种事儿，居然还敢和我说，还敢和我展示当时是怎么帮我的。我去，就算是皇帝，他这样做是不是也太有恃无恐了？朕抱了你一会儿，并未感受到你有什么独特的力量，朕就想你先前安抚灵昭时，好像用手掌抚过他的脸颊，于是朕又引着你的手放脸上触碰了片刻。可惜
朕依然没有感受到。朕不甘心呢。朕忽然又想到，你跟灵昭蹲在博古架旁边时，你曾逗灵昭说要亲亲她，于是朕猜测，是不是要亲一亲才有效呢？朕便低头吻了你。可恶，做了这么下作的事情，居然还一点一点的讲给我听，天底下怎么会有这般寡廉鲜耻的人？一开始亲吻你，朕还是没有感受到有何不一样，只是觉得亲你的感觉很好，便多亲了会儿。可朕没想到，你不知为何忽然张了下嘴，你的舌尖触碰了朕。就是你这主动一碰，朕感应到了你身上有一股直击朕的神魂，那是朕从未感受过的欢愉啊！唉，谁要听这个呀？我只是想知道这个狗皇帝是不是真的知道了我的体质，我不想听这个狗皇帝讲什么滋味感受，谁要听这些不能入耳的屁话？你现在还要否认吗？你还要一口咬定灵昭的病是靠爱情治好的？我也不知道那个神秘光团这么坑人呢。我以为我能治好灵昭的病是特殊体质，只对灵昭一个人生效，我哪里知道谢君临亲吻了我居然也能感应到。现在好了，让我怎么说？否认有用吗？人家都已经感受到了，如果我要是再否认的话，我都怀疑这个狗皇帝他会为了惩罚我再亲几次。唉，虽说我不能否认，可是让我承认自己有特殊体质，我也说不出口啊。如果我有仙法、有异能、有医术，我都能骄傲的承认。可是这种摸人家、亲人家才能治愈人家的特殊体质，唉，这叫什么事儿？说出来都不够丢人的。袁薇姑娘，你失声了。我去，你别胡说，谁失身了？我没有失身，亲一下怎么就失身了？是声音的声啊！朕知道你没失身，朕干过什么事儿，朕自己还不清楚吗？皇上，您来找臣妇到底想说什么？您到底想做什么呀？谢君临含笑，铺垫完了，该说正题了。他站起身来，一步一步靠近沈元薇。朕来找你，是想跟你好好谈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朕亲生骨肉的事。沈元薇听到亲生骨肉4个字，顿时一惊。你怎么知道？刚说到这儿，他立刻闭上嘴，可惜晚了。果然是真的，元薇姑娘，你果然能生下朕的孩子。唉，我太心虚了，还是怪这个男人太阴险狡诈。先前铺垫的那些话都已经打乱了我的节奏了，我才会这么轻易的就暴露情绪。不过这个狗皇帝高兴的也太早，我能给这个男人生孩子又能怎么样啊？我想再等几年再生不行吗？灵昭现在正是年轻俊美，很适合娶爱的年纪，我得先珍惜一下灵昭啊！难道要我离开年轻的灵昭，跟这个老皇帝在一起蹉跎年华？过几年等灵昭也不年轻也不俊美了，我再去找灵昭，那不是所有美好的东西都被我错过了？臣妇不知道皇上在说什么，能为皇上生下亲骨肉的人，自当是皇上的妃嫔，与臣妇有何关系？臣妇不……你能？你心里早就清楚你能生下朕的亲生骨肉，所以你昨日才会特意跟朕打听，若是有人能治好朕的病，让朕拥有孩子，朕会不会赏赐那人王爷尊位？不是，皇上您误会了，我不是为自己打听，我是想给皇上找名医，跟我自己没有什么关系。我是萧灵昭的妻子，我要生也是生灵昭的孩子，我怎么会生下皇上您的孩子呢？不错，你是灵昭的妻子，所以朕来跟你谈一谈，如何与你正大光明、堂堂正正的生下朕的孩子。我去，这个男人是不是疯了？他是怎么用这么平静的表情说出这么疯的话的？我真是想给这个男人跪下了我。你说是你自己跟灵昭和离呢，还是朕强你入宫啊？怎么会这样？谢君临到底是为何如此笃定我能够生下这个绝死之人的孩子的？到底是什么让这个狗男人敢如此胸有成竹地试探我？不会是那个光团使的坏吧？皇上，臣妇不知道您为什么会突然来问臣妇这么荒唐的问题。臣妇与您昨日初相识，您为何一口咬定臣妇能够生下您的孩子呢？总得有个缘由吧？
你身披嫁衣出现在朕眼前时，朕眼前曾出现了异象。朕恍惚间看到你身后的云霞涌动，有一个看不清模样的孩子从云霞中跑出来奔向你，又忽然转头甜甜地喊朕父皇。完了，连这种异象都能搞出来，不是那个神秘光坛还能是谁呀？可是那个光坛为什么要害我呀？我只是想和灵昭先过几年好日子，再考虑给绝色皇帝生孩子的事情，这要求也不过分吧？为什么光团要让皇帝发现？这下好了，我和灵昭的日子还怎么过呀？皇上，您一定是为了国事繁忙，压力太大，才会出现这样的幻觉，这种事情不能当真的。你说这是朕的臆想，但你可知朕晚上又做了同样的梦，梦里你为朕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太子，直到现在那梦境还清晰存在于朕脑海里啊。皇上，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您一定是太想要个孩子了，才会做出如此荒唐的梦来，连晨曦也肖想上了。可是梦境是当不得真的，您不能因为一个荒唐的梦境就抢走对您忠心耿耿的大将军之妻，这会有损您的英名。你否认没有用，朕也不想与你争辩。朕若想验证，其实简单的很，只需将你困在宫里2个月，夜夜宠幸，你能否怀上龙嗣一试便知。皇上，您不能如此荒唐。不能？哼，只要朕想，没什么是朕不能的。朕方才可以支开灵昭，让他去院子外面等着，然后推开他的房门来见他的妻子。那么朕也可以让龙临卫将他支开，将你推倒在这榻上强要你。朕甚至还可以让龙临卫将灵昭捉拿，让他跪在庭院里，将刀架在他脖子上，用他的命来逼你从了朕。他再厉害，被重重包围，他也无法逃出升天。而你再如何厌恶朕，你也反抗不了皇帝的权力。元微姑娘，对于一个帝王而言，没有什么是他不能的。只要朕想做个禽兽，朕有的是法子对付你和你的夫婿。沈元微没想到他会从这个帝王口中听到这么下作的话，这会儿被皇帝如此恐吓威胁，他抬手就想一巴掌扇死这个不要脸的。元微姑娘不必如此愤怒，朕可以这么做，不表示朕会去这样做。朕可以用无数种伤害你和灵昭的法子来达成朕的目的，可朕不愿这样对付你们，至少现在不会。朕今日来找你，只是想告诉你，朕已经知道了你的秘密。既然放眼天下只有你能生下朕的孩子，那么朕对你势在必得。这个孩子，朕是一定要找你要的。至于是两情相悦温柔的要，还是朕无耻逼迫对你强要，这个选择权在你。如今朕尚未走到绝境，朕还有很多的耐心。朕能做个儒雅君子，尊重你和灵昭，以不伤害你们2人的方式慢慢筹谋。朕如今还是个明君，可逼急了那无耻昏君，那人人唾骂的暴君，朕也不是不能做，明白吗？沈元微盯着谢君临，明明这些话说的都很温柔，可是他听着却背脊发麻。这皇帝是在跟他好好商量，也同样是在逼他。他毫不怀疑这个皇帝一定下得了手。沈元微沮丧低头，那只被谢君临握住的手也慢慢放松了力道。现在你还要否认你能为朕生下子嗣的事实吗？我还能否认吗？这狗皇帝都说了，我要是敢否认，就会囚禁在宫中，强要我2个月，能不能怀上孩子一试便知。这皇帝都这么警告我了，我也没有那么不知死活啊。沈元微没有再否认，也没有乖顺承认，他选择了消极抵抗，低着头不吭声。不说话就是默认了。元微姑娘打算何时与朕孕育子嗣啊？皇上，臣妇是萧灵昭的新婚妻子，您说如今不想伤害萧灵昭，那您不觉得此刻这般咄咄逼人有些太过分了吗？您哪怕再等几年呢？再等7、8年不行吗？您就非要在我和灵昭感情正好的时候做这样的事吗？可朕今年36了，不像你和灵昭那么年轻，你们还有几十年，朕没有了。朕没有太多时间可以浪费，由不得朕不急呢。皇上万万岁，余生还长着呢。朕早年征战，浑身是伤，这身子能活到花甲之年都难，谈何万万年？你怪朕逼你，可再耽误下去，46岁、56岁的朕哪还有能力生出孩子呀？你没有能力，关年纪大什么事儿啊？46怎么了？
你16岁、26岁的时候也没见你生出过孩子。哼，这姑娘挺会气人的。这会儿她又在气头上，对朕没有一句好话罢了。朕堂堂帝王，实在是没必要在这儿受气。你如今怨气重，朕可以先离开，让你一个人静静。不过孩子呢，朕非要不可。朕等着你跟林昭和离，最好是年底之前，否则……谢君临没有说完，他转身准备离开。年底就要和离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还没有和我的夫君过几天好日子呢，我才不要这么快和离呢！哼，非要现在逼我和离是吧？非要现在就逼我生孩子是吧？那既然左右都是要生的，那我就先和林昭把孩子怀上。皇上，我最近1年之内实在是没有办法和林昭和离。谢君临回头看向他，他抬手轻轻抚着自己腹部，含笑望着谢君临。说是皇上愿意让萧家的孩子做您的大皇子，您不介意混淆皇室血脉的话，那臣妇和萧家也没有什么意见。你已经有了林昭的孩子？沈园微垂眸，现在肯定是没有的，但他可以跟萧灵昭好好努力呀。是，臣妇肚子里已经有了林昭的骨肉。您方才还说不想伤害林昭，但您总不会逼着臣妇打掉林昭的孩子吧？你昨日才跟林昭成亲，哪来的孩子？昨天晚上怀上的孩子就不叫孩子了吗？哼，你就这么肯定林昭昨晚让你有了孩子？再厉害的男人也没人敢说自己碰女子1次就能让女子怀上孩子。皇上，您不行，就以为别的男人和您一样不行吗？朕劝你好好说话。我是在和皇上您好好说话呀。皇上，您跟这么多的妃嫔努力了18年都没有生出孩子，现在却如此笃定我能怀上您的孩子，难道您还不相信我的能力？能不能怀上你们的孩子是我说了算的。我能让您这个绝嗣之人拥有孩子，当然也可以让林昭拥有孩子啊。皇上不相信也没有关系，您可以等等看，若是2个月之后太医拔不出来喜脉，那就算是我欺君，我立刻就进宫侍寝。难道这姑娘真的有了？至少最近2年里，朕是做不成父亲了，对吧？朕听人说过，女子怀孕得10个月才能把孩子生下来，生孩子以后又需要歇息个半年1年的，这段时间不适宜再有身孕，否则会损伤女子的身体和精气。哼，瞧瞧，10个月再加1年的休养期呀，这不就是2年时间吗？朕若不想等这么久，就只能逼迫沈园微拿掉孩子。若觉得这样做太残忍，若朕不肯逼迫沈园微流产，那就得逼迫自己再耐心等上2年。2年后沈园微养好身子了，就算第一时间跟沈园微怀上了，也还得再等10个月的孕育期。也就是说，朕至少都还要等3年才能做父亲。而且朕跟沈园微第一胎未必就是个太子，万一是个公主，岂不是又要再等2年才能等到朕的太子出生了？3年又2年，那就是5年了。朕还能再等5年吗？朕如今已经36了，再过5年朕都41了。早些年疲于征战损伤了身子，宫廷里太医不敢说朕短命。之前微服去民间时，民间大夫曾说朕怕是难以活到花甲之年。若朕当真只能活到51、52岁，那么朕撒手人寰的时候，朕的孩子才10岁。一个10岁的孩子哪里能扛得起江山重担呀？想到这儿，谢君临落在沈园微腹部的眼神带了一点点残忍的冷意。朕要杀了沈园微和萧灵昭的孩子吗？为了朕自己的孩子，应该除掉这个来的不是时候的孩子。可是朕若真这样做了，又怎么对得起沈园微和萧灵昭啊？朕要沈园微给朕生孩子，一转头就要残酷地害死沈园微的亲生骨肉。难道朕的孩子是人，沈园微的孩子就不配做人了吗？朕若自私残暴地将此子残害，怎么对得起萧家和灵昭啊？他握了握手指，缓缓后退一步。他突然有些厌恶自己的仁义道德。朕若是个彻头彻尾的暴君，没有这些仁慈，那该多好呀！那就不用替沈园微和萧灵昭考虑什么了。
现在就能召太医来给沈元威灌药，什么避子汤、落胎药，各种药都给他灌一碗。今儿晚上，这孩子就再无见天日之时，这孩子就不会占据朕的孩子来到人间的机会。沈元威察觉到谢君临冷漠又挣扎的眼神，察觉到谢君临的杀意。皇上，您不可以残害一个无辜的孩子。是啊，朕不可以残害这个孩子呀。可是朕自己的孩子又该怎么办？一个昨晚刚怀上的孩子，算什么孩子？哼，未满3个月，尚未成人形，手脚尚未长出，他还不算孩子。皇上，萧家的孩子和您是没有什么关系，您也可以随手捏死。可是他对于我而言意义深重，他是我的第一个孩子，是我绝对不能失去的亲骨肉。若是您非要逼迫我将他害死，那么您也永远不会拥有您自己的孩子。我说到做到，您若是杀了我的孩子，那您的孩子也不会有出生的那一天。朕就知道，若杀了这个孩子，沈元威会恨自己，萧家会恨自己，甚至连朕自己的孩子将来都有可能会怨恨自己。这孩子虽然跟朕没有任何关系，却跟朕将来的孩子是同母异父的亲兄弟。若将来朕的孩子是个天性纯善的小家伙，那孩子得知父皇为了让他早点出生就害死了他的亲哥哥，心里一定会过意不去吧。从今日起，你跟萧凌昭不会再有同房的机会。朕倒要看看你肚子里到底有没有你口中这个孩子的存在。若1个月后太医为你把出了喜脉，朕再来与你谈孩子的事。可若到时候你腹中根本没有孩子，那你就是欺君，你就要如你方才所言来侍寝，到时候就该朕的孩子来找你这个娘亲投胎了。谢君临拂袖转身离开。沈元威一听这话，瞬间变了脸色。他以为他假装怀孕就能蒙混过关，谁知道这狗皇帝竟如此阴险，不许他跟萧凌昭在同房。不是，谁愿意年纪轻轻的给大自己18岁的皇帝侍寝啊？再等个7、8年不行吗？就是不愿意这么早跟这个狗皇帝搅和在一起，才谎称怀孕的。现在狗皇帝不许我和凌昭在同房，那我还怎么怀上孩子啊？早知道今日会有这飞来横祸，早上那碗避子汤我就不喝了，也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吐出来啊。沈元威低着头，心烦意乱。谢君临已经走出房间，离开了庭院。刚一踏出院门，谢君临就看到了来回踱步的萧凌昭。萧凌昭也第一时间看到了他，连忙迎上前来。皇上。谢君临看着这个年轻英俊的将军，心情复杂。萧凌昭的命可真好啊，刚成亲就当爹了。萧家所有人还沉浸在他新婚的喜悦里，下个月又要喜气洋洋准备迎接他儿子的到来了。朕也想要这样的喜气，朕也想让所有宫人跪在朕的面前喜气洋洋的高声唱：恭喜皇上后继有人，恭喜太后娘娘有乖孙得报。可惜这样的美事朕也只能想想了。沈元威若是真的有了身孕，朕就只能干看着别人家添丁进口眼馋，轮到朕还得再等3、5年。皇上，你夫人已经跟朕承认了，她说她身上有一种独特的力量，你的病是她治好的。请皇上恕罪，并非臣有意隐瞒皇上，只是元威的力量很容易遭人觊觎，臣担心有些位高权重、势力滔天的病人得知了元威的能力，会不惜一切将元威夺去，臣怕他们会伤害元威，所以才隐瞒了此事。谢君临心头一跳，他很清楚萧凌昭这话不是针对他的，可是做贼心虚的他就是忍不住对号入座。朕又要萧凌昭替朕卖命守疆土，又要卑鄙无耻地觊觎人家的妻子，朕怎么能如此辜负萧凌昭的忠心呢？背着萧凌昭的时候，逼着萧凌昭的妻子给朕生孩子，面对萧凌昭时又装出一副好君主的模样，让人家誓死效忠。仅仅只是想想，朕都觉得不配受萧凌昭这一跪啊！他缓缓上前，握紧萧凌昭的胳膊，将人扶起。凌昭啊，朕不想辜负你我之间的君臣之义，朕有几句心里话要跟你说。皇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哀家正让人到处找你呢。
你过来。谢君临的话戛然而止，他看向不知何时出现的母后。罢了，以后再说吧。谢君临转身朝姜太后那边走，走了2步，回头就看见萧灵昭想偷偷摸摸溜进院子里去见沈元威。接下来1个月，朕是不会让灵昭跟沈元威再有独处的机会的。朕不会让沈元威抓着灵昭赶出个孩子来。灵昭啊，你随朕来。皇上，您不是要去跟太后娘娘说话吗？臣能不能趁您跟太后说话的这会儿功夫进去看看元威？臣怕您方才拷问他，把他给吓到了。臣想去看一看他，就一眼。你去见元威姑娘就是哄，朕去见元威姑娘就是吓。这世上不止你一个人喜欢她的，别人也喜欢，也舍不得把她吓死的。你是在跟朕显摆你是个好夫婿吗？萧夫人离了你就不行了，就非得你去看一眼才行啊！萧灵昭不敢抗议，依依不舍地跟着谢君临离开。一行人回到姜太后的大殿，萧灵昭站在门口守卫，谢君临跟姜太后走进里面坐下。姜太后用只有彼此能听到的嗓音问：方才哀家不是要打断你，你是不是要跟萧灵昭坦白？你糊涂啊！你跟他坦白是想逼他造反吗？朕尚未对他们做什么，灵昭如今不会造反。那也不能说，他逼急了，给你嚷嚷出去，满朝文武会戳你的脊梁骨的。可不坦白，朕无法面对他呀。至少你这2天先不要告诉他，哀家已经帮你想好办法。这2天萧夫人不是要在宫里住下吗？哀家找一些跟萧夫人一样貌美的女子去服侍萧灵昭，等那些女子爬上了他的床榻，萧夫人必定会对他失望。你再趁虚而入，把萧夫人占为己有。母后啊，您当萧灵昭是什么人？他能洁身自好这么多年，又怎么可能在宫闱之中欺辱太后娘娘身边的宫女啊？他没这么好色，也没这么不知死活。哼，你懂什么？男人没尝过婚，当然能守得住。可开了1次婚又得不到满足的时候，突然有个美人来诱惑，他就很难守得住了。不，别人或许会，可灵昭他不会。是吗？如果他再在萧灵昭房中点一些另有妙用的香，萧灵昭还能把持得住？母后，您想做什么？您不会是想对萧灵昭用药吧？怎么，你不许？不，我们不能这样糟蹋萧灵昭。萧灵昭若想主动爬别的女子床榻，朕管不着。可是朕不能让母后对萧灵昭用药。朕想抢别人的妻子已经很不道德了，若还要为了达成目的给人家用药摧毁人家的清白，那朕还配做萧灵昭忠心耿耿誓死效忠的君主吗？是，朕不许您这样做。若是要用这种下三滥的法子，那何须您出手？朕自己也有的是手段，能逼他和萧夫人就范。你迂腐啊！你还想不想要萧夫人给你生儿子了？孩子朕想要，这个骁勇善战、顶天立地无人能比的大将军，朕一样想要。朕不能让您摧折了他的傲骨，让他今后无颜面对他的妻儿。哼，你不许哀家摧折他的傲骨，那你抢他的媳妇儿，让他受夺人妻之辱，被天下人耻笑，这难道就不会摧折他的傲骨吗？朕对不住他，所以朕不能让他再受更多伤害了。朕若忍心把他往死里作践，这会儿已经将他捉拿下狱，用他的性命来逼迫萧夫人就范了。朕就是不忍心呢。母后，您明白吗？我怎么生了你这种儿子？朕知道自己不够狠毒，可至少朕能无愧于自己的良心。你去问问萧夫人能不能治你弟弟的病，她怎么说的？朕忘了问了。忘记问？你进去也有半盏茶的功夫了，你连这都没问，你跟他说了些什么呀你？说什么了？沈元威说他肚子里有萧灵昭的孩子了。这个糟糕的消息让朕落荒而逃，而没来得及问沈元威能不能治弟弟瑞王的病。朕不能把沈元威有身孕的事告诉母亲。如今朕还没做出决定要不要害死那个孩子，一旦母后得知此事，会抢在朕前头下毒手，到时候朕想挽回都没有余地了。母后啊，小弟的事交给朕，您别去跟萧夫人打听任何事情。她和灵昭不愿意暴露她的秘密，若知道她秘密的人太多，她一紧张离开京城再也不回来了，咱们上哪儿去寻她呀？那您岂不是再也抱不上孙子了？让哀家啥也别管，那怎么行？自己的儿子不够狠心，不愿意辜负这个，也不愿意辜负那个，这样下去，哀家不还是抱不上孙子吗？
母后，您若是信朕，就什么也别管，朕用怀柔之策，一样能让您明年抱上孙子。怀柔之策真的能行吗？难道萧灵昭一个感动之下，还真的愿意主动把妻子献给君主？行吧，就听你的。哀家不对萧灵昭用药，也不去跟萧夫人打听。哀家暂且万事不管，只等抱孙子。若是明年开春之时，你跟萧夫人之间还没有进展，那哀家可就要出手了。谢君临颔首，他还要回到太极殿忙他的政务，跟太后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。回到太极殿，谢君临指着博古架那边吩咐陈海，去抬一张小榻来，放在博古架后面。等陈海走了，谢君临看向萧灵昭，朕知道你的病离不开萧夫人，你需要萧夫人时常来为你治病。以后啊，你若感到要发病了，就去那边小榻上坐着，朕会让人传召萧夫人来此，你们就在那边手拉着手治病。等你病好了，萧夫人就回太后寝宫去。这会不会太荒唐啊？自己要发病了，直接去太后寝宫找袁威待上一会儿不就好了？为什么要把袁威传召到皇上寝殿里？皇上，这于理不合，臣不能整日在您寝殿里会见妻子。朕也知道这样很荒唐，可朕有什么办法？若是让灵昭去太后寝宫找沈元威，那房间门一关，被逼急了的沈元威肯定会让萧灵昭赶紧脱衣裳要个孩子。朕只有把这两人放在朕眼皮子底下，才能确保这两人不会行周公之礼。你在朕的寝殿里会见妻子，于理不合，难道让你一个外臣整日往太后娘娘寝宫跑，这就不失礼了？萧灵昭哑口无言，他一眼一眼幽怨地望着谢君临，心想最好的办法是皇上放他们夫妻俩出宫。朕身边的刺客尚未查找出来，灵昭啊，你如今还不能离开，为了朕的命，你和萧夫人就暂且委屈些。这几日呢，咱们荒唐就荒唐吧，过些日子就好了。臣遵命。灵昭啊，你这个病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？就不能让萧夫人给你治一会儿，你10天半个月不发病吗？哪怕只能维持2、3天也好啊。臣也为此感到困扰，袁威已向您坦白，臣便也不再隐瞒。袁威只需触碰臣，便能镇压微臣体内力量，让臣维持清醒。昨晚臣与他相处3个多时辰，今儿清醒了3个多时辰就发病。先前他进宫唤醒臣，臣与他分开半个时辰，又有躁动的迹象，立刻赶去太后寝宫见了他，才保持了清醒。如今臣恐怕又要发病了，这就有点棘手了。萧灵昭这般离不开沈元威，一天里必须见好几次面才能维持清醒。那朕若是让沈元威留在宫里为朕生育子嗣，萧灵昭怎么办呀？若让萧灵昭跟沈元威入宫，在沈元威寝宫外站岗，那这家伙岂不是一会儿就要跑进去亲一下沈元威，一会儿又要跑进去抱一下沈元威，不让亲不让抱，就要当场发狂大开杀戒，甚至朕半夜留在沈元威宫里宠幸的姑娘，萧灵昭还要在外面猛敲门跟我抢人。若不让萧灵昭进门，这家伙一旦失控，就会当场发狂，砸破门冲进来，把朕这个皇帝从床上踹下去，把沈元威搂进怀里。必须得有个办法遏制住萧灵昭的病情才行，不然以后我们3个的日子该怎么过呀？皇上，其实微臣心里有一个猜想，只是还需要验证。臣在想，臣体内的怪力是否能传给臣的孩子呢？倘若孩子能继承微臣的力量，那么只要袁威生下微臣的孩子，臣就能摆脱这种困境了。因为臣以前是能镇压体内力量的，只是他日益增强，强到超出了臣能控制的程度，臣才会被他反噬。所以只要让孩子分去哪怕1成的力量，臣都能控制自己，不被他所伤。谢君临蓦地盯着萧灵昭，又是孩子。倘若必须生个孩子才能让萧灵昭做回正常人，那么沈元威腹中的这个孩子是非生不可了吗？你体内的力量是属于你的东西，你的孩子要怎么继承啊？微臣也只是突发奇想罢了。微臣体内的力量不同于练武之人的内力，内力是武者后天练出来的，自然无法父子相承。可臣体内的力量是打从微臣一出生就有了的，这种先天的东西未必不能传给孩子，即便不能直接通过血脉将这股力量传给孩子，那等孩子出生了，臣能不能以传功的方式将这股力量过渡到孩子体内呢？臣以前找下属试过，可惜不能将这股力量渡给下属，但仔细一想，他们与臣毫无关系，这股力量不认可他们也正常。而孩子是微臣的亲骨肉，流的是臣的血，说不定臣的孩子们能将微臣的力量吸纳过去呢。倘若萧灵昭的孩子真的能继承萧灵昭的力量，
那么朕或许应该让沈园微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。只有朕知道，一个忠心耿耿、神勇无敌的大将军能给帝王带来多大的信心和底气。就是不知你的孩子到底能不能拥有你的力量，他能不能像你这般神勇无敌呀？臣自然是希望他们能拥有臣的力量的，这样一来，萧家就能世世代代人才辈出，永远为皇家效忠。瞧啊，这就是朕倚重的大将军，如此纯粹，如此忠诚，所以朕怎么忍心用下三滥的手段来伤害这个人？朕怎么忍心残酷杀害这个人的孩子呀？皇上，若是可以的话，臣能否请您现在就传赵元威过来？白日里攒够了亲密，晚上臣就能一次熬过3-4个时辰。如此一来，臣夜间就可以一直在皇上您床边守卫，不用惊动您半分。萧灵昭是真的一门心思替他着想，为他效命。谢君临喊门外候着的小太监进来，去传萧夫人来此，为萧将军治病，再让人去御膳房拿些饭菜送到此处。小太监领命离开。午膳朕已经用过了，你们俩就随便对付点，晚膳时再与朕一块用。我跟皇上一块用膳是皇上的恩宠，可是让自己妻子跟皇上一块用膳，这就不合适了吧？参加宴会还要男女分席呢，自己小两口跟皇上坐一块用膳，岂不是像一家3口似的？说话间，陈海领着一群侍卫抬着小榻进了大殿。谢君临去忙他的政务了，萧灵昭便转身去安置小榻。他们这边小榻刚安置好，沈园微也来了。沈园微跟在小太监身后走进大殿里，抬头看见伏案批阅奏折的谢君临。谢君临恰好抬眸，两人四目相对，视线刚一接触，沈园微就垂下眼眸避开。现在这姑娘已经厌恶朕，厌恶到完全不愿意跟朕有视线接触的地步了。那等会儿知道朕要把灵昭一直留在朕的寝殿里，这姑娘怕是会气急败坏，会在心里诅咒朕早点暴毙吧。萧夫人免礼，去那边给灵昭治病吧。谢皇上，臣妇过去了。他低着头说完，立刻往博古架那边走，生怕在皇帝眼跟前多停留1秒钟，都会让皇帝觉得自己对他有意思，想侍寝。绕过转角，来到博古架后面，看到小榻边身长玉立的萧灵昭，沈园微迫不及待扑了过去。灵昭，为夫才与你分开这么会儿，你就如此想念我了？小榻是怎么回事啊？是皇上让人安置的。皇上说我需要你时常来治病，可他身边又有刺客窥伺，我不能擅离职守跑去太后娘娘那里找你，他就为我们安置一个小榻，以后我要发病了，他就传召你来，你在这里跟我手拉手治病。好荒唐，好阴险啊！难怪那个狗皇帝说接下来1个月我再也不能和灵昭同房。皇帝把灵昭留在这儿，那我每次来见灵昭都是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了，那我还怎么和灵昭同房啊？又不让我怀孩子，又说1个月之后太医诊不出来我的喜脉，就要来侍寝。好，如此逼我是吧？如此吓唬我是吧？那我要来吓一回那个狗皇帝。灵昭，你知道皇上先前把你支出去之后，他进我的房间里跟我说了什么吗？你一定想不到，也不敢想。沈园微这话一说出来，萧灵昭还没做出反应，龙案那边的谢君临就手一抖，瞬间绷直了背脊。他蓦地转头盯着转角处，沈园微这话太直接，直接的让他猝不及防。沈园微这姑娘想做什么呀？挑明了这件事对这姑娘有什么好处？不挑明，这姑娘还能过上1-2个月太平宁静的日子。若是挑明了，朕可就不会再顾忌什么了，朕会直接摆上明面，公然抢人了。等等，沈园微不会是想吓唬朕吧？谢君临放下手中朱笔，他站起身，沉着优雅的一步一步走向博古架那边。这姑娘此时此刻一定很得意吧？可惜呀，她看错了朕。朕不是那样的懦夫，朕有的是承担一切的勇气。想摊牌是吗？朕先前就已经准备把这件事告诉灵昭了，只是被母后打断。如今这姑娘提起了，那咱们3个就趁此机会将一切说个明白吧。不需要这姑娘开口，朕自己来说。谢君临走来时，萧灵昭正低头惊讶地望着沈园微。皇上不是去打探你的医术了吗？他说他想问问你能不能治瑞王的病。难道皇上找你说的不是这件事？你说我不敢想也想不到，
那还能是什么事？皇上，您敢不敢告诉灵昭，您方才在房里和臣妇说了一些什么？只要皇帝怕了，我就能拿捏他，然后提要求，好让灵昭跟我回太后寝宫偏院的房间里。只要能和灵昭同房怀上孩子，我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和灵昭出宫养娃，过2年太平日子了。有何不敢啊？方才朕支开你，是为了单独询问你的夫人，她能否让朕这个绝嗣之人拥有一个亲生骨肉。萧灵昭愣住了，瞳孔微缩，沈园微脸上的笑也消失了。不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这跟我想的不一样啊！